why don't you just get a math fluid AI bot to do this? I mean, that's the whole point of, I mean, yeah, exactly. It's hard for you, but give it to an AI. Yeah. 几十年来，像尼尔这样的物理学家一直在和几乎不可能的难题较劲儿，抽丝剥茧，试图从弦论那一团令人头晕的高等数学里掰开被深埋的隐藏维度。爱因斯坦的思想替我们推开了宇宙之门，却也让人类在门口望着一墙优雅却难驯的方程，漂亮的像艺术品，也顽固的让人无从下手。如今尼尔揭示，在人类办法用尽的地方，人工智能顶了上来，把那些曾被认为根本解不出的计算硬生生攻了下来。I worked on that, and then lots of other people in the field have, and we found that using these techniques, we can speed up a lot of computations in a really substantive way. And this actually made it possible just recently for groups to compute quark masses in string theory for the first time. So to be clear, these are not the quark mass values that we actually observe in nature. That would be awesome, but we don't see that yet. But we can say, if you just hand me some extra dimensions, whatever they may be, and then say, what would the quarks look like in that universe? Now we can actually come up with those numbers using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AI 难道真的读懂了宇宙这块缠结之物的暗文？在这一路的摸索中，它又顺手掀开了现实哪些出人意料的真相？跟着我们一起看看 AI 如何把弦论的老谜团一层层打开。按理说，爱因斯坦的场方程该是打开宇宙最深处秘密的万能钥匙，可结果它反倒成了物理学史上最漂亮也是最会困人的陷阱。当弦论学者拿这套方程去理解那些可能存在却超出我们日常直觉的额外维度时，立刻撞上了一堵足以让人挠头半个世纪的硬墙。问题不在于爱因斯坦哪里算错了，在我们熟悉的四维时空里，他对引力的描述几近完美，精确的让人叹服。麻烦在于，弦论提示宇宙也许有10维甚至11维，多出来的维度像被紧紧卷起的小线团，细到我们肉眼与仪器都看不见。为了做出能与实验对得上的预测，物理学家必须在这些隐藏维度上重新解一遍爱因斯坦的方程，而灾难就从这里开始。这套方程是数学家口中的非线性，词听着专业，麻烦却很现实。普通方程常常解可相加，2个解1加还能得到新解，爱因斯坦的方程却完全不按这套规矩走。引力会对自身做出反应，层层反馈叠加出更多引力效应，像话筒对着音箱那样自己回响。于是每一个解都各过各的，彼此不能拼接，也无法通用。这就意味着，每当物理学家想换一种额外维度的形状去探索，就得从头来一次。没有捷径，写不出放进教材里一劳永逸的通用公式。每一回计算都像一次独立远征，翻地图、趟泥泞、开新路。更糟的是，人们很快发现，这些额外维度的折叠方式多得吓人。弦论不给你唯一答案，它摆出大约5亿种可能的几何样貌，而每一种都可能对应着我们可观测世界里完全不同的一套物理定律。换句话说，科学家面前是一项几乎做不完的工程，要为数以亿计的场景去求解一套根本无法手算出通式的非线性方程。别说全部，哪怕把其中一种情况算扎实，都常常要写满一整篇论文。把它们统统啃下来，几乎想都不敢想。于是大学砸钱建起庞大的超级计算机集群，占一栋楼吃一座小城的店。研究生把作业一投，得等上好几个月才知道结果行不行。更让人崩溃的是，算到一半宕机并不罕见，前功尽弃，只能重来。探索一种额外维度的后旋几何，往往要一个团队熬上几年。这种漫长的研制把弦论推到了尴尬地带。他的数学美如诗，又承诺能把引力和量子力学统一起来，但他迟迟给不出对现实世界可落地的明确预测。
批评者说，这更像哲学，不是科学。支持者回击，不是理论不行，是我们手里还缺合适的数学与算力工具。与此同时，实验物理在不停前推，新粒子、新现象不断冒头，暗物质、暗能量乃至基本粒子精确的质量都在等待解释。按理弦论该能给答案，可那些答案被困在算力与数学的高墙后，仿佛永远够不着。这座数学监狱一度把爱因斯坦的遗产和人类最有前途的理论关在了自己住的牢里。时间一晃就是几十年，方程像在冷笑，秘密就在这，但你们还拿不到钥匙。直到人工智能闯了进来，连同计算这件事本身一起翻了个个儿。机器要是不再按老规矩办事，会发生什么？传统超算处理爱因斯坦方程，像极了耐心十足的图书管理员，一页一页，一步一脚印，严丝合缝往下做。这些占满机房的大块头，一跑就是几个月，耗电能点亮一片社区。科学家在门外干着急，等他吐出结果。那感觉真不像最前沿的科学，更像在做数学考古。机器学习换了个打法，它不执拗于每步都精确解到底，而是先去认识方程背后数学结构里的形和纹理。最初用来识猫翻译的神经网络，转眼就开始和时空几何的基本骨架过招。这场转变几乎是误打误撞。做弦论的研究者被传统计算的漫长排队折磨得筋疲力尽，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把 AI 拉来试试水。第一批结果好得让人不敢信。过去超算要几个月才能扫一遍的某个维度配置，机器学习几分钟就给出近似答案。这不是提一点速，而是把计算物理的游戏规则整个改写。过去要申请经费排期数年的计算，如今用一台普通笔记本，喝杯咖啡的功夫就能跑个原形。关键洞见在于把神经网络训练成近似求解器，而不是逐步精确计算器。传统算法像照菜谱一步一步称量搅拌，机器学习学的是菜最后该长什么样，然后抄近路，用经验把路缩短。这思路起初让不少物理学家不太舒服。科学历来崇尚精确解，对近似向来谨慎。AI 居然能猜中爱因斯坦方程的答案，听着就像作弊。可当研究者把 AI 给出的谢和那些已知的基准结果一一对表，精度之高出乎意料。更重要的是，这次突破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可能。弦论历史上头一回，研究者可以批量、快速扫描成千上万种额外维度的配置。过去要开一个超算项目的大工程，如今一个下午就能初步摸清门道。意义不止在快，算力壁垒被搬开，许多原本连问都没法问的问题，终于能被正面检验。一些漂亮却悬在空中的推断，可以被实打实的数学分析落地成数。与此同时， AI 开始查出人眼漏掉的规律，它能横跨海量维度配置，自动捕捉彼此之间的数学关联。那些要靠人类科学家磨几十年才能看出来的联系，被 AI 像识别面孔一样标出来。新的研究方向也就这样被打开了。一个标志性里程碑是，团队在弦论框架内成功算出了夸克质量的一类结果。这在几年前还像天方夜谭。虽然这些数值和自然界观测到的不完全一致，但方法跑通了。这意味着我们终于能围着基本粒子提出硬问题，并拿到成体系的数学回答。就这样，对传统超算的温和叛变效果远超预期。一场为提速的无奈尝试，长成了重新做理论物理的一整套新范式。困住爱因斯坦方程数十年的那把锁，第一次有了像样的钥匙。而所有这些快，很快解锁了比更快更惊人的东西。机器能不能造出从未存在过的宇宙？
算力革命让弦论里一个潜在能力现了形。物理学家可以用 AI 搭建一整套完整宇宙的蓝图，物理定律可以不同，粒子质量可以不同，基本相互作用也可以改头换面。这不只是纸上的抽象，而是可以跑起来的宇宙级模拟，各自遵循自己的内部逻辑，自洽而可检验。流程从弦论预测的额外维度开始，每一种卷舌方式都会生出一套独特的物理规则。在机器学习之前，探索其中任意一个配置，少说也得耗掉超算的数月工时。现在，研究者可以一口气生成成千上万份宇宙蓝图，观察物质在每个蓝图中会如何演化，如何相互作用。AI 像宇宙建筑师，拿到某个维度几何，就把这个宇宙里会出现什么粒子，它们有多重，彼此怎么作用，统统算出来。这些结果常常与我们的直觉世界完全不同。有的宇宙里，电子和质子居然一般重；有的宇宙里，强相互作用，弱的一触即散，原子核立刻土崩瓦解。AI 不评判这些宇宙合不合理，它只遵循数学的指令，老老实实照方抓药，世界就按这方子长出来。一个重要节点是，研究团队为假想宇宙算出了夸克质量的系列结果。夸克是质子、中子的砖块，在我们的宇宙里，它们的质量看上去有点韧性。弦论认为这些质量来自额外维度的形状，但要把这件事算明白，过去几乎做不到。AI 给出的夸克质量与现实观测仍有差距，这让人略感失望，却是关键一步。它证明方法可行，也表明弦论可以给出带数字的粒子学预测。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广阔的可能性里搜，而不是干等某个新理论灵光乍现。更进一步， AI 还能把这些想象宇宙的演化一路模拟下去。有的宇宙一诞生就它掉，因为它的物理常数不允许稳定物质存在；有的宇宙膨胀得太快，粒子彼此永远靠不近，连原子都来不及组装；还有少数宇宙能发展出复杂化学，理论上甚至不排除孕育生命，只是那生命的模样可能与地球毫不相干。这种能力改变了科研的工作方式。过去要在抽象数学里打磨多年的想法，如今可以做个世界出来试试。这有点像做游戏引擎，科学家亲手搭建虚拟现实，在其中试验宇宙的可能性。由于计算速度够快，我们终于能系统性地绘制弦论地形图。哪类维度几何会产出稳定宇宙？哪类会带来离奇的粒子物理？哪类是一上来就陷入数学矛盾？过去每个点都要算上几个月，如今可以成片的扫。在这片宇宙景观上， AI 还识别出许多意想不到的共性。一些数学关系反复出现，哪怕这些宇宙的物理定律差异很大，它们像在指向更深的一条底层法则，可能约束着所有可想象的现实，而不仅是我们的这一份。宇宙计算器还在扩展本领，新的方法让 AI 不仅能算微观粒子，还能在这些平行设定里模拟恒星、星系、黑洞等大尺度结构的诞生与演化。每一组模拟都在讲述基本物理如何塑形宇宙的另一种版本。可正是这些世界的堆叠，让弦论最大的难题彻底暴露出来。如果答案其实就在眼前，只是我们看走了眼呢？弦论没给我们的宇宙该怎样一个单一答案，它摆出了约5亿种额外维度的排布方式，每一种都生成一套性格迥异的物理学。这庞大的选项池被称为景观问题 landscape， 差点把整个领域压垮。你可以这么估，就算一个团队每秒能分析一种配置全年无休，也要15年以上才能把这些可能性粗看一遍。传统方法里一次计算动辄以月为单位，这活儿简直无望。批评者说，这让弦论不像科学，要在几亿种选项里挑，你如何做出有意义的预测？
它仿佛什么都能预测，也就等于什么都没说。有人干脆转身离开，直呼这是一条数学死路。AI 换了个脑筋，我们不必挨个看，先在大样本上找共项和等价。结果在那片混沌里， AI 捞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事实：成千上万种看似不同的几何折法，最后竟然给出完全相同的可观测物理。不同的折叠，不同的曲率分布，落到人类能测到的粒子力与定律上，表现一模一样。这就像经典的视觉错觉，同一幅图，你盯着看，会在花屏和两张侧脸之间来回跳。两种理解都对，虽然它们看起来完全不像一回事。弦论的景观里也有类似的数学错觉，不同的维度几何其实只是同一物理的不同投影与视角。这意味着我们根本不必把那5亿个都翻一遍。庞大的配置族群可以成批归并同类项，搜索空间陡然缩小，从上一个独立情况收敛到成千甚至上万个真正彼此不同的物理场景。AI 特别擅长做这件事，它能在巨量数据里快速比对数学属性，像识别面孔、查金融欺诈那样，去捕捉理论物理中的隐形对称。这一步把不可攀的景观问题改造成一项可管理、可推进的研究计划。研究团队现在可以有章可循地探索弦论的可能性，不再被冗余的相似选项拖住脚。AI 像一位大图书馆的向导，告诉你哪几本封面不同的书其实讲的是同一本故事。更进一步，算法不仅能找完全等价，还会标出近似等价。那些虽然不完全一样，但给出几乎相同物理后果的配置组，这些扩展出来的近似对称，提示了人类研究者此前未曾察觉的新型数学关系，为下一步探索打开了新的门。视觉错觉的办法没有消除弦论的复杂，但它头一次让这种复杂有路可走，而这些捷径又把我们带到了更诡异的地方。如果宇宙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物理天生就是看不见的呢？借助 AI 的弦论计算，为一些困扰了物理学界数十年的现象打开了新窗口。在那些数学结构的缝隙里，藏着不会和普通物质正面打招呼的粒与粒子的蛛丝马迹，它们像幽灵，处处留下指纹，却从不直接现身。最让人着迷的例子之一是超对称。它预言，我们能看到的每个粒子在宇宙某处都有一个影子搭档，电子配超电子，夸克配超夸克，光子配超光子。这些超伙伴与本体在基本属性上相仿，却普遍更重、更难被直接造出来。大型强子对撞机 LHC 找了好多年，始终没见着他们的踪影。不少人因此把超对称当成了纸上谈兵。AI 加持下的弦论计算指出了可能的原因：这些超伙伴可能藏得太高，需要远超现有加速器的能量才能直接生成。但它们并非毫无痕迹，会通过微妙的侧面影响改变我们能测到的粒子行为。这正是机器学习的拿手好戏，在成千上万种理论场景里筛出那些间接指纹与实验数据最相符的组合。由此，研究者看到，在我们的宇宙里，超对称很可能是被打破的，也就是那份粒子、超粒子之间原本完美的对称，被某些物理过程扰乱了。破缺在物理里常常催生奇迹，看似完美的对称被现实轻轻一推，就会调出全新的粒子或新的力。希格斯玻色子来自电弱对称性的破缺，许多基本粒子的质量源自规范对称的破缺。弦论预示，更多层次的破缺也许能解释暗物质、暗能量以及其他宇宙之谜。AI 现在可以系统的扫描不同的破缺方式会在弦论导出的物理里留下怎样的指纹。一些计算显示，
某些破缺路径会生成只通过引力互动的新粒子，它们对电磁力隐身，正好符合暗物质的画像。幽灵物理并不止于超对称，弦论还允许存在更多我们日常感受不到的空间维度，在那些维度里可能自成一个隐形生态圈，有自己的粒子与相互作用，却几乎不与我们日常物质交流。AI 的计算显示，这些引部门仍会通过引力或极其微弱的耦合，在我们这头投下长长的阴影。此外，还有第5种力的可能性，超出我们教科书里4种基本相互作用之外。弦论容许在特定能标或特定条件下出现新的力，它们也许与宇宙加速、宇宙大尺度结构的生成，或某些天文观测的异常有关。算力革命还揭示了另一类看似违规的效应，额外维度里的量子涨落可能让我们在3维世界里看到能量或动量不守恒的假象。能量并没有凭空消失，只是搬家去了我们探测器够不着的地方。AI 可以在方程里追踪这类暗中转账，并给出它们在可测量量上的具体后果。最近的进展甚至让研究者能算这些幽灵现象在实验室里会以什么方式露出马脚。我们不必指望直接造出超对称粒子或第5力，而是去找它们对已知过程的细微改动。AI 给出的预测正在变成一份份实验路线图，指导我们如何在标准模型之外第一次摸到确凿证据。于是，隐形宇宙不再只是茶余饭后的猜想，它开始变成有明确预测、可被检验的研究对象。那么，当 AI 发现连爱因斯坦都未曾设想过的物理，我们会面对什么样的新世界呢？还有一个令人不禁发问的问题：我们会不会本来就生活在某个被计算出来的宇宙里呢？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如果您对 AI 乘爱因斯坦乘弦理论的奇妙现象感到着迷，或者想继续了解更多前沿科技背后的故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将持续带来更多精彩的解读与科学探索。